这个制冷设备的蒸发器管子漏浮了，现在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管子的分支器有漏气的地方，而且漏的还挺快。上期视频和大家说了，报价1000元，然后现在客户同意进行维修。有的网友说价格报低了，怎么也得报1500，没办法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报了1000，客户还想了半天呢。这个是一台10P 的制冷设备，说白了就是给水降温的，然后用水给设备降温。一般工厂里边用的特别多，维修之前把里边的压力全放完，然后用砂纸把要焊接的地方打磨光滑，这样焊接的时候会比较好焊一些。由于铜管长时间泡在水里边，所以外边长了很多的铜锈，打磨干净以后就可以进行焊接了。这个制冷机组的蒸发器特别大，用了4排铜管，每一排盘了13圈。这个1/4的分支器侧面腐蚀漏浮了，焊接的时候用普通的焊条焊不上，必须得用黄铜的焊条才能进行焊接。普通的焊条焊上以后不粘。这个制冷机组的压缩机用的单负丝的，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单负丝的小压缩机一般比较多，像这种大压缩机正常用骨轮的最多。这个压缩机的质量应该也会很不错。确定好漏点以后，用黄铜焊条蘸着硼砂开始焊接，直接把漏的地方焊厚一点，这样以后就不会漏了。焊完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漏的地方被焊了厚厚一层。一会儿加上水测试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漏的地方。放上肥皂沫以后，没有发现明显鼓泡的地方，然后把水加满打上压，也没有看到有漏的地方。因为加上水以后，只要有轻微的漏点就能被看出来。现在看了半天完全没有问题。确定没有漏的地方以后，咱们就开始抽真空加氟，用了个4升的大泵进行抽真空，半个小时应该就能抽完。真空抽完以后，开始加注冷媒，用的 R22 的，加注量大约在8公斤左右。氟加上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管子立马就结霜了，制冷效果还是特别快的。散热风机吹出来的风也特别热，完全没问题。高低压表的压力值都处在正常的范围中。因为用户以前机器正常工作的时候，用户已经把表值的位置标注好了。工作了一会儿以后，回气管也结霜了。由于现在的水还没有进行循环，所以温度特别低。一旦水循环以后，回气管的霜应该就化了。这时水槽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度左右，特别凉。机器正常工作的时候，水温能达到25度左右就可以了。这样这台漏浮的制冷设备就维修完毕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